这是一部放映17年，依旧感动着每一个人的爱情电影。一段人鬼情未了的经典音乐，一场指尖缠绕的陶土情节，即使阴阳两隔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也能感受到真爱的温暖和力量。萨姆是一家银行的职员，然而刚和女友茉莉同居的他有些失落，因为萨姆害怕，他怕眼前的一切化为泡影，更怕自己的好运会随时离开。果不其然，厄运很快找上了门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们被角落里的劫匪盯上，劫匪一直尾随其后，他用枪指着萨姆，让他交出钱包。一旁的茉莉不想惹事，可劫匪却对茉莉大打出手。萨姆呼其心切，与劫匪扭打在一起，直到枪声响起，劫匪赶忙逃离了现场。身后的萨姆紧随其后，当他想到茉莉的时候，停下了脚步。回过头一看，萨姆傻了，劫匪的子弹正中了他的要害。眼前的茉莉无奈地喊着救命，萨姆尝试着触碰自己，可一把扑了个空。残酷的现实让他难以接受。不久后，天堂之光照亮在萨姆面前，他知道自己该走了。可回望着痛苦不堪的茉莉，萨姆最终选择了游荡人间。从此之后，茉莉开始无心制逃，一想到萨姆，她就会止不住的掉眼泪。无尽的思念整日折磨着茉莉，而她却不知道，此时萨姆就陪在她身边。隔天，茉莉和萨姆最好的朋友卡尔收拾她的遗物。对于茉莉而言，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饱含深意，就连萨姆吃剩下的胃药，她都舍不得扔。最终，卡尔临走前开导茉莉，希望她能出去走走，早日从痛苦中走出来。然而，茉莉还不知道，面前的卡尔心怀不轨。茉莉出门后，萨姆被锁在了屋里。当他用尽全力准备穿越房门的时候，竟然有人用钥匙打开了茉莉家的房门。萨姆不可思议，原来进门的人就是当晚开枪打死自己的劫匪。他愤怒地想要阻止劫匪，可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济于事，最终只能看着劫匪进到茉莉的房间。他在这里翻箱倒柜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茉莉回到了家里，萨姆拼命告诉茉莉家里有危险，但却根本没用。此时另一边的劫匪心生歹意，情急之下，萨姆瞪大眼睛，吓得家里的猫一跃而起，随后给劫匪脸上留下了3道爪印。劫匪也趁机落荒而逃。为了查明背后的阴谋，萨姆一路跟着劫匪来到了地铁站，一名大叔朝他走来，并掐着他的脖子，将萨姆推出了车厢。这才知道大叔也是幽魂，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萨姆占了他的地盘。只不过奇怪的是，他竟然能触碰到物品。列车到站后，萨姆跟着劫匪来到了他的住处，并再次得知背后还有人指使去茉莉家里是为了找什么东西。然而过几天后还会再去一趟茉莉家。最终萨姆无功而返，可刚刚发生的一切让他难以安心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萨姆恰巧来到了一家灵媒公司，灵媒刚好在做法。萨姆看着他拙劣的表演，不禁笑出了声音。没想到的是，灵媒的反应震惊了萨姆，他居然能听到自己的声音。萨姆追着灵媒试探着，差点没把灵媒吓得哑麻呆住，最后干脆一头撞在门上，以为活见了鬼。而萨姆好不容易找到帮手，势必不肯罢休，随后便整日在灵媒身边转悠。此时萨姆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灵媒，他逼灵媒给茉莉打个电话，告诉他家里很危险，可灵媒并不想帮这个忙，最终为了尽快摆脱萨姆，就打给了茉莉。果然，当茉莉听到萨姆名字的时候，根本不相信，于是萨姆只能逼灵媒亲自跑一趟。灵媒这次摆烂了，扬言不管萨姆怎么对付他，他都不会答应。结果萨姆像是复读机，在灵媒耳边唱了一整晚。第二天，灵媒骂骂咧咧地来到了茉莉家门口，可这次茉莉还是不相信，直接将灵媒拒之门外。最终灵媒只能站在大街上朝着屋内大喊。一旁的萨姆讲述着他们的过往，这些只有他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使茉莉开始疑惑。他们坐在餐厅交谈着事情的原委，只可惜茉莉仍然不相信萨姆会死而复生，甚至气愤地觉得灵媒是在逗自己，直到说出他们心有灵犀的那句话 Ditto, Taylor, ditto. What's ditto?茉莉才意识到萨姆可能真的存在。他们来到茉莉家，萨姆让灵媒告诉茉莉现在的处境，还有劫匪的名字和住址。然而灵媒并不想趟这趟浑水，要求合作到此为止。无奈的茉莉只能找萨姆最好的朋友卡尔帮忙，但卡尔听到这些后全盘否定，并让他不要相信灵媒的话。为了安稳住茉莉的心，卡尔主动提出帮他查明真相。随后卡尔驱车赶到劫匪的住处，看到四下无人后便走了进去。进屋后的卡尔埋怨着劫匪，而这一幕把萨姆看傻了眼，这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卡尔设计的阴谋。卡尔参与了毒枭的任务，400万被锁在卡里无法转账，而密码就在萨姆那里。最后卡尔要走了萨姆家的钥匙，决定自己去找通讯录。有点懵逼的萨姆听后更加懵逼，他追在卡尔身后发泄着所有的愤怒。随后卡尔潜入茉莉家，并顺利拿走了萨姆的通讯录，通过上面记载的账户名和密码，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那400万。而就在他得意的时候，还不知道萨姆就在他面前看着这一切。当晚无奈的萨姆看着茉莉，就在这时门铃响起，原来是得意忘形的卡尔。
他对茉莉诉说着最近的烦心事，中途顺势将领结摘下，随后趁着茉莉不注意，故意将咖啡洒在身上，还若无其事地将上衣直接脱下。很明显，卡尔不仅害了萨姆的命，又拿走了钱，就连他的女人也不放过。趁茉莉无助的时候，花言巧语的一顿安慰，最终茉莉情绪逐渐崩溃，上了卡尔的当。此刻萨姆实在是看不下去，一把扑了上去，结果竟然碰到了他和茉莉的合照。一瞬间，茉莉清醒了过来，但是当萨姆再次尝试的时候，却又无法触碰。于是萨姆想起了地铁上的大叔，他将头放进了飞驰的车厢里，果然找到了大叔。大叔领地意识很强，直接叫他滚。萨姆这次铁定要学会大叔控制物品的能力，所以不管怎么赶他，萨姆都死赖着不走。最后大叔告诉了他秘诀，萨姆看着脚下的易拉罐，集中意志，一脚踢了上去，果然成功了。为了更好地阻止卡尔的计划，萨姆再次找到灵媒。就在商量对策的时候，劫匪提前赶来，准备灭口。幸好灵媒跑得及时，这才逃过一劫。为了能彻底摆脱纠缠，灵媒决定和萨姆合作。他们来到银行，业务员将他们请到柜台前。当灵媒说出账户和密码的时候，业务员惊了，灵媒更是夸张，因为这么多钱他还是第一次见。最终将卡里的400万一分不差地取了出来，折换成了银行本票。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茉莉也来到了银行，并看到了灵媒在办业务。最后打听才知道，灵媒是冒名来注销账户的。此时的卡尔急疯了，无论他重复登录多少次，余额都是0。这么大笔钱不翼而飞，卡尔的老板必定会将他大卸8块。此时的萨姆得意地看着卡尔狼狈的样子，甚至陪着卡尔玩起了捉迷藏。他在电脑上打出凶手和萨姆的字样，吓得萨姆倒吸一口凉气。与此同时，也开始相信萨姆真的没有死。当晚，卡尔来到茉莉家，又从他的口中得知，下午在银行碰到了灵媒。为了拿到不翼而飞的400万，卡尔带着劫匪直接闯进了灵媒家。幸好萨姆及时赶到，让灵媒躲了起来。劫匪在屋里四处寻找，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萨姆在暗中控制着屋里的物品，吓得劫匪四处逃窜，最终在马路上被2辆车夹在了中间，灵魂也被地狱使者直接带走。为了防止卡尔伤害茉莉，萨姆和灵媒第一时间来到了茉莉家。然而此时的茉莉不再相信灵媒。萨姆穿过房门来到茉莉身旁，看着她陷入迷惑和恐惧中，异常心痛。最终萨姆将一枚硬币顺着门抬到高处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拿到了茉莉面前，放进了她的手里。这一次茉莉忍不住落泪了，但她不是哭，而是真正的感受到萨姆就在身边，因为这枚硬币就是萨姆一直所说的幸运币。他将灵媒迎进了屋里，茉莉尝试着触碰萨姆，即使萨姆全身心的集中意志，可仍然感受不到茉莉的温度，毕竟人鬼不是一个世界。萨姆表示，只要能再次抚摸茉莉，他愿意放弃一切，而茉莉也是同样的回答。看着2个苦命鸳鸯，灵媒决定让萨姆附到自己身上。茉莉有些紧张，用颤抖的手感受着熟悉的温度。就在他们沉浸在来之不易的幸福中时，一阵敲门声打断了萨姆和茉莉。灵媒急中生智，带着茉莉提前逃走，但卡尔已经走火入魔，紧追其后，势必要将400万支票要回来。最后他威胁暗中的萨姆，求萨姆将支票还给自己。而此时的萨姆已经可以用意志操控物品，他将所有愤怒化作力量。卡尔显然已经有些慌张，顺手将铁钩扔向萨姆，却没想到被打碎的玻璃直插胸口。随后卡尔的灵魂出窍，当他看到眼前的萨姆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道别，几个地狱使者直接将其带走。结束后，萨姆缓缓来到灵媒面前，询问他们的情况。没想到茉莉竟然听见了萨姆的声音。Sam？此时天堂之光突然出现，照亮了整间屋子。萨姆的样子也在天堂之光的照耀下逐渐显现，而此时的茉莉已经泪流满面，可能是真挚的爱情感动了上天，给了萨姆和茉莉道别的机会。他们深情一吻，互诉爱意。最终萨姆在满含泪水的茉莉面前走向了天堂。一生一世，一生一死，尘埃落定。萨姆和茉莉的爱情不在于山盟海誓、天长地久，而在于长相厮守，至死不渝。我是大脚，你的电影讲述者。